我29岁回来，不是嫁给我先生，是嫁给了泰雅族。这一辈子大概就是为他工作。这条溪其实就是我们泰雅族的神话，大洪水的时期，然后我们一直都退到大巴尖山上，然后后来是因为范静济的兄妹把他们2个送去大洪水，那个男生就成了这条河。这已经是上游了，它的河面很宽，河汛期的时候它就会整个都漫开来。这条溪叫做流永北诺，中文是大安溪，北诺就是宽广凶猛的意思。所以这条河其实承载的很多跟传统文化有关的一些故事，还有环境。那我很多的创作都是因为我每天都要走这段路。这条河对我来讲，激发我很多创作的灵感，还有就是取材的内容。地震之后，整个大安溪环境的样貌有了很大的改变，然后又后来因为疏浚的关系，整个大安溪就被挖得千疮百孔。那个时期就做了比较多跟环境有关的创作，那河商就是第一件作品。河流经过这个漫长的旅程，到了海洋。后来在逆写历史的这一个过程里头，我们就想到海洋跟河流原来的连接。一个小小的山流出去的一条河，然后这条河怎么样经过山，然后形成一个海洋上的岛屿。然后在这个岛屿的中间就有一条船，那这条船其实卷起了一个回旋式的一个海浪，然后这个海浪里面有一群就是洄游的鱼。就是用传统那个缠绕的方式，做出了很多意象式的鱼。樱花公主龟其实它是住在海洋里面，可是几万年就是被陆封在我们泰雅族的七下湾溪里。我想它也就是很快的忘记自己是属于海洋。其实它的隐喻就是跟泰雅族一样，就是你被历史书写，你是一个山居的民族，但其实你过去的历史可能来自于海洋。感觉好像不够，还是还没进去。进了，接近第3层。缠绕在第一个技法里头就是平缠，就是平平的缠绕它。白色怎么样用不同的材料去缠出我们想要的那个意念？从我做田野这个30年，他都在我身边呐，得力帮手。我们大哥都没有笑容。都没有笑容，那你没有跟他工作要有笑容哦。我进田里面2个小时回来了，他身上都是那个
好啦，我身上的盐已经可以拿下来煮菜了。这个基本上是羊毛线。那我们传统布料里面，就是除了苎麻以外，它就用很多的羊毛线，所以我们就用羊毛线来表达这些肌理感，河流的肌理，海洋的肌理感。105年就是成为国家的保存者。我在3年前才正式申请我要做传习的计划。对，我只有这一批传医生。今年因为罗娜已经满15岁了，所以她成为就是台湾第一个应该是年龄最小的实习医生。对。注意那个边线，对，就会跑出来多一点。我从小的志愿很多，后面慢慢，我就接触到文化，然后我就想到职业就是我以后想要当人类学家，然后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做采访，然后再来就是妈妈就开始叫我织布，我就想我想当一个织者。那你看它这个，比如说这个横的，有点歪了。所以你就必须要这个跟它要平行。其实那个时候回到部落就29岁嘛，所以其实你还真不知道你是谁，尤其是像我们这样身份的，你有一半是属于外省，有一半是属于原住民，所以原住民的这一块就是一个空洞的东西。这个50年计划其实是回来之后的那1年，慢慢就是整理自己的思绪想出来的事情。那个时候很幸运，因为我们回来的很早，我们可以访问到就是90岁、80岁的人，他们是曾经在传统的社会里头生活过的人，所以我们在做田野的时候就会比较内容会比较实在一点点、扎实一点点。第一个10年就是都在做这样的内部积累的工作。到了第2个10年，其实1999年，因为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是因为921，大家需要工作，只是为了生活能够应付。后来我就用我织布的技术建立了工坊，然后带部落的妇女开始一件一件的去完成。把原来在黑白照片上面的那一件衣服，把它变成彩色的平面的东西，把它立体了，可以穿在你身上。所以那个10年就做这样的工作，把技术传递下去。第2个10年呢，我开始在部落里头训练织者，所以就做了这本书。它有一个逻辑的概念，就是那个纱线怎么跑。它应该在第几个层次？那又或者是说，我在整经的时候就告诉你第几条线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它就先帮你标定好。所以在织布之前，你的脑袋的逻辑概念就已经很清楚了。整经就是把我所需要的纱线按照我的设计，然后把分层做出来。比如说像这个，我挂到这里就是13579的分层，然后过来用它去控制24680的分层，所以你就会发现你看这边有1层，2层，这样子就几根棒子，它就可以把很复杂的图案去把它做出来。其实，在织布的过程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数理的概念，对。平常就是独立一个人呐，对。那但是因为我们在教学的时候，还是就是会互相看一下，在整经的时候，在刚开始的那个张力跟后面的张力会不一样，然后我就在问他们说，那你们就怎么去处理这个张力不同的？然后就整快一点啊，手势就会一样，然后就
张力就会比较相同，这样。上手的话很快，你大概整一次你就可以上手，就不是出错要对不出错，张力 OK， 然后没有线都是在他们该在的位置，然后整的颜色也没有整错，组织图你画什么样，它长什么样，那就是很厉害。那个，可是这个特别啊，你特别，你先处理它，嘿。因为我自己大学的时候是读产品设计，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个资料整理跟认识了这个地方，希望说我也可以跟着一起做这个文化延续的工作，所以就打电话问有妈老师，我可不可以来这边工作？因为我们真的是跟老师从基础学，那老师他就是有他的教学方式，他会用比较引导的方式带你去学习这些内容。其实这3部织布机是不同时期的，就是这个是比较老的织布机，是外婆留给我的，然后我现在留给女儿。这个还是外婆的妈妈留给她的。因为我们有很长的断层，你看，像我的外婆，她是民国10年生的，然后日治时期之后就是殖民。殖民的过程里头都一直在淘洗，就说你不要记这些东西，不要用这些东西。所以我的工作就是把断掉的东西可以接轨起来。后来我就发现，这些学织布的人都用了我的方法，就是用西方的组织图去记录它，去分解它，然后按照它的方式去做。105年在出这本书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是以泪洗面。如果我那时候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或许有一些东西还被存在着。这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的自以为是，就是把原来老人家的这些方法，一些独特的方法跟独特的思维，去跟西方接轨，然后让他们消失。所以我其实就是摧毁，是我摧毁了这些事情。那个时候其实我有一点点的沮丧，我去了美国。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说，其实我一直找不到，就是真正能够愿意把这个使命扛在肩上的人。到底我还可不可以，就是去赋予一个这样子的传承者？那个时候我就45岁了，所以我就打电话跟他说：“哎，准备好，我要回去生小孩。”然后1月就怀孕，9月就把小孩生下来。这个10年就是希望民主教育能够更扎根，然后它能够扩展到其他的地方。所以他们会从2岁开始就灌输了很多文化的深层的内容跟实践。我们不是做了一个幼儿园吗？罗娜就是那个幼儿园的孩子，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学习就是自己要有自己的小刀具，然后小米田，我们就会用里面田里面种的菜，老师会带着我们一起做每一个季节不同的菜色，然后我们就会学怎么处理材料，然后怎么做那些材料。所以他从幼稚园就开始自己种菜、自己做菜，用刀具。他们对于怎么料理自己要吃的东西很在行。像我们其实，在工作的时候啊，把那个工作的流程啊，唱到歌里面去。唱到歌里面去。要唱一点吗，罗娜？松嘎尼达玛吼，松嘎尼达玛吼，松嘎尼达玛吼。但我就是从小跟他讲说，你就是有这样的使命，你可以做得到。但是后来我其实一直在挣扎这件事情，就是你怎么可以就是把别人的一生就做了这样子的规定。
他不是很可怜吗？这样每个人都这样跟我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需要反抗的事情，因为它就是我生活里面的事情。我觉得我也很想要有一个机会，能够为我的族群、为我们这个文化做出一点贡献。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强加在我身上的身份，或者是强加在我身上的使命，而是一个我也想要去坚守、我也想要去延续的文化而已。开始有这些小花穗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要采收了，对。就也不可以太晚，因为太晚它皮就会变得很韧很硬。第4个10年，其实我就想，是不是有可能发展一个就是从苎麻开始的一个循环经济？我们就会把那个叶子做成饲料，养鸡养鱼，然后把它的杆做成3D 列印的材料，带有未来性的一个可能的经济模式。把它的韧皮跟杆就是取开来，所以我们取的是这一块。那等一下呢，重要的工作就是把那个麻里面的杂质用剥麻器叫 gasap 取下来，剥下来之后就取得纤维。泰雅族有一个传说，就是说你在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会检查你，所以女生的话就是要看你的手有没有沾染，就是褐红色的颜色。那如果没有，就表示你没有很勤劳的做织布的工作。对对对，就是有丹宁，丹宁如果染在手上就是这个颜色。织布工艺它其实很多都是需要身体去保存的，有很多的知识在原住民的生活里头，我觉得是实践，你用实践去理解这个知识。稍微修一下枝好了。这个是浮木，福气的福，那个福。主要染的是用绿色的叶子来染黄色。因为它的色分子在叶里面，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子剪开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这个伤口？然后这个伤口它就会把那个染剂它释放出来。浮木剪下来之后，我们就开始萃取。萃取完了以后，要看你的线需要是什么样的颜色。因为我这个基调是黄色，那因为这个颜色呢是不同的材料混合在一起，所以你会看到有的颜色有吃染液比较多一点，有的吃染液比较少一点，所以它会有颜色上面的差异性。就是不同的材料，它吸色的程度不一样，你就可以开始做出你那个纱线的表情。那像这个是羊毛，所以它吸色会比较更好一点点。所以铜美染之后，它的颜色就会更深。对，所以我们借由不同的那个美染，
然后把我们想要的颜色做出来。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个色系从深到浅。我今年61，这块布就是61岁。这是我的襁褓布，是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外婆做给我的，所以我几岁了，她就几岁。要成年以前，我就会开始有性征了。那女生我就会要做我的裙子，所以就是要做这块布了。然后之后呢，我就要开始学习怎么做最复杂的新娘布了。对，这些新娘布我就要自己筹备了。然后到最后，就是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也必须要织一块很大块的裹身布。所以你的人生的第一块布跟你人生的最后一块布是同一块布，同一个 pattern。所以泰雅族就会说，织女的人生就是一个圆。这件如生之初的作品，那它其实通体都是透明或是绿色的，它就是一个包裹在这个文化系统里头的一个孩子要成长。我就把我们传统庆祝孩子出生的词句，还有象征植物可以生长的芽，就放在这个作品里面。所以你会看到作品里面有一些文字。它其实是拉丁文拼的泰雅语，然后把这首歌把它放在里面，献给出生的每个孩子。所以这其实就是泰雅族人的一个生命观，他在每一个阶段里头设下一个他认为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一个高点。泰雅族有很多所谓的深奥的语言，它其实是用隐喻的方式来说明它的处境。在我们这个年龄的长者，你的舌头要如同布料一样柔软，如布之舌，就是你要拥有这样子的能力跟条件，你才能够成为耆老。所以我会希望说，这个作品可以传达这个柔软样态的一个语言，其实它有非常刚硬的肌理，让你可以从语言里头得到力量，然后能够继续做下去。走到最后，其实就是你要过彩虹桥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要准备接引你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这个就一直都是在我的创作里面的一个主旋律。谁没来？你谁没来？1、2、3，哎，我觉得50年我应该就差不多了，因为那时候我都已经80岁了。到现在我们还在说部落没有年轻人，所以如果我还有一点点力气，我自己想要就是办一个民族大学，那希望这个民族大学能够帮忙孩子回部落。精炼完了以后，我们其实就是精炼这些纱线，对不对？对啊。纱线完毕之后，就必须什么？浓染。浓染。对，因为需要它能够更好吸收啊。对。然后完毕之后呢，我没有就是一定要泰雅族人，只要你愿意把这件事情当成你的使命扛在肩上，我就觉得我会倾我所有来看你需要什么。这个是台湾的文化，不是只属于泰雅族。当没有利益方向跟没有滥用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自信的去发扬它？把这方面的能力跟知识都备足了。比如说像静纯，他要去做一个像这样子的设计工作室，然后珍珠他要回去建一个工坊，以外他想要去做文化教师。
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培训的方向不一样。而罗娜她的未来就是要做国际交流的。企图心就是说，有一天台湾会因为泰雅族而在国际上有它的名声，在国际上有这样的名声，未来泰雅族也会因为这个样子能够继续存活下来。2031年左右的时候，孩子们可以慢慢的因为这几个步骤而连接起来。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成功，就是一直往前做就是。